7万件羽绒服含绒量为0，月薪2万买不起羽绒服。摸鱼看到这些新闻，真是眼前一黑又一黑。2024年，塌房的风终于吹到了羽绒服身上。回望这些年，大家对羽绒服的吐槽越来越多，从质量差、不保暖到现在贵到离谱。数据显示，从2015至2020年，国内羽绒服平均单价由432元涨到了656元，2023年均价更是飙到881元。一时间，似乎遍地都是贵价羽绒服。但要说国产最贵是谁？波司登绝对配得上这名号。你买过波司登羽绒服吗？价格是多少呢？可以弹幕或评论区分享一下。波司登的涨价之路始于2018年，原来不到1000元的羽绒服，现在基本都要1700至1800才能拿下。波司登 CFO 朱高峰曾表示，波司登旗下的羽绒服均价已经达到了1600元，未来几年还会继续涨价，目标均价达到2000元左右。为了高端化，波司登还推出过一款登峰系列，售价11800元，给了大众市场一点点高端震撼。彼时，面对一张广为流传的羽绒服鄙视链金字塔照片，创始人高德康放言，波司登不在第4层，要在第1层、第2层之间。那么问题来了，波司登是如何走上高端化之路的？他成功了吗？为什么现在羽绒服会越来越贵呢？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976年，江苏人高德康带领11位农民工兄弟，揣着8台家用缝纫机，成立了山泾村缝纫组。最初做的是来料加工，你带布料来，我帮你缝衣服。积累了经验后，1984年，高德康开始转向贴牌制衣。恰逢当时上海飞达羽绒服厂在招代工，高德康便接下了这门生意。说到飞达厂，从1972年开始试制羽绒服，厂长张成林是公认的中国民用羽绒服第一人。1975年，中国女登山队员潘多一行就是穿着飞达厂的羽绒服成功登顶珠峰。在给飞达厂打工的那几年，高德康把做羽绒服的方方面面都摸了个一清二楚，便想着要自己生产羽绒服。1989年，高德康花15万元买了一个叫秀士登羽绒服的品牌使用权，开始自己生产贴牌羽绒服，并拿到市场售卖。没想到产品卖得不错，在上海各大百货大楼都供不应求，高德康因此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万。他决定趁热打铁。1992年，高德康成立自有品牌波司登。对于这个名字，他是这么解释的：原来代工的秀士登羽绒服是取自美国城市休斯顿的谐音。为了向谐音梗的取名哲学致敬，他选了美利坚另一座城市波士顿。而且休斯顿天气热，波士顿天气冷，这第一步取名字，咱就赢在了起跑线上。1994年，波司登第一批羽绒服上市，没想到根本卖不出去，生产的23万件羽绒服有15万件都积压在仓库。同时，因为扩大生产，公司还欠了供应商和银行不少钱，整个波司登的员工心态都要崩了。这里顺便说一句，在服装行业，库存往往决定了一家企业的生死。在某些仓储积压的年头呢，服装业总是流传着衣服论斤卖的传说。高德康后来也公开表述过，库存是对企业利润的最大伤害。羽绒服本来体积就大，这么多羽绒服放在仓库卖不出去，款式很快过时不说，每天光是仓储的费用都是天文数字。有人呢就劝高德康去羽绒服卖的最好的东北看看，他先去了长春，又去了哈尔滨、沈阳。一到商场柜台，看到挂在最里面的自家羽绒服，他一下子就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跟当地市场畅销的羽绒服比，高德康发现自己的产品在颜色、面料、款式、充绒量各方面都有差距。于是回到厂里后，高德康立刻召集10几个裁缝，按照自己考察回来的样式，把羽绒服重新设计了一遍。接着，为了处理库存积压问题，1995年夏天，高德康参加了北京王府井搞的一次反季节服装销售活动，很快卖出了25000件羽绒服。后来在沈阳如法炮制，又卖了3000万。反季销售这种玩法呢，也一直持续至今。转眼时间又来到冬天，改良后的波司登羽绒服如期上市，当年便登上了全国销量第一的位置，从此扶摇直上。1998年，中国登山队再一次登上珠峰，这次他们穿的不再是飞达，而是波司登。再之后，波司登收购了自己曾经服务过的飞达厂，并雪藏了曾经煊赫一时的飞达牌。到了2006年，波司登已经实现生产总值、销售收入双双破100亿。次年，波司登在香港上市，上市前拿到了高达7亿美元的融资，汇丰、高盛都是其投资方，汇丰出资7000万美元，这是当年汇丰在金融领域外最大的一笔投资。但好景不长，把波司登带上市后，资本们回过神来，羽绒服季节性强，复购率低，买一件能穿好几年，
要是碰上暖冬，销量还得再打折。另外，不止在消费端受环境影响，在供给侧，原材料羽绒的供给和价格也不稳定。像这些年，由于养殖端出栏量不足，羽绒的价格就水涨船高。因此，羽绒服行业想要活下去，一般都会选择这3条路走。第一是薄利多销，以销量换利润；第二，拉长销售战线，做多品类；第三，走高端路线，赚品牌溢价的钱。波司登最开始选的是第2条路，走4季化多品牌路线，开始做休闲男装、女装、童装、运动装，甚至是校服，但都以失败告终，连带着主打的羽绒服销量也开始连年下跌。2013到2016年3年时间，波司登关闭了8000多家门店，营收从93亿元暴跌至58亿元。就在波司登一筹莫展之际，大洋彼岸飞来了一只加拿大鹅，让波司登看到了新希望。2017年，马云穿着一件女款墨绿色加拿大鹅，年初会面特朗普，年末出席乌镇互联网大会，2次活动的照片在网上广为传播。然后就是国内外各路明星上身带货，再是加拿大代购大牌长龙疯狂扫货，甚至还有风声说大鹅要限购了，要抢的赶紧抢。一番操作下来，鹅子顺顺利利把自己炒成了国内顶流。2018年，鹅的国内首店在北京三里屯开业，消费者们不惜在寒风中排队几小时抢购。同期，另一高端羽绒服品牌 Moncler 也进入中国，中国的羽绒服市场正式进入高端化时代。波司登也祭出一套高端升级3板斧，一是在产品上动作不断，请来爱马仕的前设计师合作设计，和 Kenzo、玛莎拉蒂、迪士尼等品牌联名；二是改 logo 开旗舰店，比如他在上海南京东路的门店改头换面，变成了一家超2000平的明亮大店；三是无孔不入的营销，在米兰、伦敦、纽约时装周反复刷脸，砸钱签下了杨幂、谷爱凌、杨紫一批明星。一通操作下来，提价水到渠成，价格6、7千的登峰系列、极寒系列，还有5000多的风衣羽绒服系列，原先不到1000元的吊牌价几乎全部翻倍，国民品牌变成了国民买不起的品牌。2021年，波司登迎来高光时刻，拿到全球销售额、销售量双向第一，680亿港元市值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波司登毛利超过60%，比老师傅加拿大鹅还凶残。当时就有媒体采访高德康，波司登已经把高端化的形象立住了吗？高德康底气十足地说，立住了。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波司登的高端化真的成功了吗？先来看波司登的营收，18年波司登营收为88.8亿，2024年增长至232.14亿，毛利率也从18年的 46.3% 提升到2024年的 59.6%。看起来确实挺成功，但对比其他数据，2018至2024年，波司登的销售及分销开支从24.5亿增长到了80.55亿，在营收中的占比接近 40%， 而同一时期营收仅增长了 1.6%， 远不及营销成本的增长速度。此外，波司登主品牌的毛利率还从22-23财年的 70.8% 降低到了23-24财年的 69.6%， 带动整个品牌羽绒服业务毛利率同比下滑了 1.2个百分点。如果我们打开波司登天猫旗舰店，也会发现价格在200至300元左右的羽绒服是销量最好的。作为对比的是，无论它定价5、6千的极寒系列，还是3、4千的设计师款式，销量几乎均未超过3位数。可以说，消费者对涨价升级的波司登兴趣并不大。至于原因，总结下来主要有3点：一是羽绒服属于高价低频的刚需品类，大多数人买羽绒服只是出于保暖的考虑。对于品牌来讲，要想把羽绒服卖出去，最保险的方式是做基础款。但若只做基础款，又很难打得过优衣库这种性价比之王。也就是说，羽绒服要想既卖得贵又能卖出去，就得重新定义基础款，即大单品策略带品牌光环那种。比如大家对加拿大鹅形成认知的工装派克羽绒服。二是波司登一直以来的品牌定位与大众印象都停留在中低端区域，而品牌高端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品牌整体调性与高端相符，很难靠推出几款高价产品就能改变。三是羽绒服作为季节性单品，大家对它的消费预算并不高，大多集中在500至1000元左右。如果非要上升到3000元以上的价格带，消费者又会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品牌。说白了，还是波司登品牌力不够。所以高端化走了好几年，看起来离成功还有不小的距离。另外，这2年大家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羽绒服越来越贵了。有专家说这是猪的问题，因为猪肉供应恢复和周期性价格低谷，人们都去买便宜的猪肉了，导致对鸭鹅肉需求下降，被屠宰的鸭子和鹅就少了，鸭毛鹅毛也就跟着少，价格自然就涨了上来。
听起来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原材料价格上涨呢，也确实是事实。据新浪新闻统计，截至今年11月7日，90%白鸭绒价格为535.62元每千克，90%白鹅绒价格为1143.92元每千克，普遍涨幅达到30%至40%。此外，还有流量时代永远绕不开的营销。前面我们提到，从18至24年，波司登的营销支出由24.5亿增长到80.55亿，占总收入比重接近40%。诸多成本一一叠加下来，最终就变成了羽绒服越来越贵。当然，还离不开的一点是，这几年国产羽绒服品牌基本都是与其打性价比，不如走高端化这个思路。2004年成立的高范，自我定位已经从6年前的中国版 Zara 转向 Moncler 平替，主推2000元左右的黑金鹅绒服这个大单品。以平价打天下的丫丫也推出了明星同款 Goose 系列鹅绒服，把单价提高到了近3000元。还有猿辅导在2022年成立的羽绒服品牌 Sky People， 一件羽绒服定价7200元，贵上了热搜。看看还在1000元以下亲民价格的羽绒服，也就只有优衣库、Zara、Gap 这种快时尚品牌了。其实无论是高端化也好，卷低价也罢，我们打工人想要的不过是能在寒冷的冬天买到一件实惠靠谱又保暖的衣服，温暖的度过一个冬天而已。大家对国产羽绒服集体高端化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也希望一键3连支持一下品牌哥。我们下期视频再见。